荒漠之中惊现楼兰女尸。一次偶然的发现，却揭开了沙漠深处一个神秘国度的面纱。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异域世界？它究竟是何时消失的？那里的人们最终去了哪里？本期国之宝精彩呈现一个楼兰古国的千古之谜。在西域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浩瀚大漠、广阔草原、悠悠绿洲，无不遍布着先人们永生不灭的深刻印记。1980年4月，一支考古队从甘肃敦煌出发，沿着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向新疆腹地的罗布泊地区进发。队伍中唯一的女性名叫穆顺英，是新疆考古所的第一任所长。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考古探险。一个偶然的机会，穆顺英和同事们在楼兰古城附近铁板河北岸2公里的台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大概有7、8米高了。看见那个台地上面好像有些树枝伸出来，大家想这个树枝伸出来，好像它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水，非常的干旱，植物是很难生长。那么怎么这个上面会有树枝呢？干树枝呢？啊，所以后来就决定爬上去看一看。谁也不知道沙漠之中会有怎样的奇迹出现。照片中这位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是如此。1900年，由于向导迷路，他和他的探险队在罗布泊深处偶然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古城。第2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到这片不毛之地，发掘出大量文物，从而确定这座被风沙淹没的古城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楼兰古城。这个惊人的发现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时隔80年之后，穆顺英带领的新中国第一支丝绸之路考古队在这里又会发现什么呢？盖到树枝上面有土嘛，就把那个取掉之后，把树枝也小心的取掉，就发现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个墓葬。我们就很小心的把这个墓葬就周围取开，把这个骨丝取出来，非常完整。一个女的，头发披在肩上，金黄色的头发，戴了一顶毡帽，上面还插了2根叶翎，皮肤是古铜色的，还有很尖的下巴，2个眼睛就是很深的眼眶。1992年，日本科学家对古尸面部进行了复原。这位身长156厘米、尸体重10.7千克的女子，由于自己的美貌拥有了名字，被人们称为楼兰美女。其实，楼兰美女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穆顺英和考古队的真正使命是揭开沙漠中埋藏着的楼兰王国神秘的面纱。楼兰国是古代中国西域，也就是现在新疆地区的一个小国，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座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城镇，一度曾是东西方往来使节和商旅停歇的繁华之地。但令人疑惑的是，活跃了几个世纪之后，楼兰国竟在以后的史书中毫无踪影。
所在地区也沦为一片荒漠，成为行人的禁区。它是何时消失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楼兰国人又去了何处？种种疑问使古楼兰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25年前的那一次考古，就这样依然在无数个谜团中结束了，这多少让穆顺英感到了一丝失落。这尊头戴弯钩高顶折檐帽的铜武士，跪蹲于地上，双手呈握兵器形状，好像在蓄势待发，时刻准备投入战斗。学术界多认为他的人种为塞人，有些西方古代文献提到，属于欧罗巴种的塞人分为3个支系，其中一支就以头戴尖帽为特征，被称为尖帽塞人。与铜武士一样，出土于新疆新源县公乃斯河南岸墓葬的这件双兽头环形铜器，由红铜铸成，双手鼻吻相对，耳际似双脚向后卷曲，很像虎的形状，但身躯却如同蛇一样弯曲围合成环。有推测说，这2个怪兽应是当时生活在巩乃斯河流域的草原民族所信奉的神，器物可能是当时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神器。那么，这个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如果繁衍生息到今天，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伏羲、女娲兄妹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他们上身相拥，蛇尾相交。女娲右手执圭，象征天元；伏羲左手之举和墨斗，象征地方。图的上方中部圆圈象征太阳，四周以线连接的圆圈象征星辰，下方中部圆圈则象征月亮。该图寓意深奥，大概有引魂升天之意。此外，也有祈祷伏羲女娲司天归地，保佑太平安康的意思。在墓室中存放伏羲女娲图，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一种丧葬习俗。但是20世纪中叶，新疆博物馆研究员吴震在对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进行考古挖掘时，却发现这里近400多座古墓中，为什么几乎每座古墓中都有伏羲女娲图的踪影呢？整一个墓葬里见到有3幅这样的画，一幅嘛就是挂在这个顶上边，因为它时间长了，再加上盗墓的人一进去以后，那空气一流动，时间长了它就塌下来了，所以这个尸体上那个位置啊，就有一幅画。还有呢是一个挂在后墙上，也掉下来了，只有一个角还钉在那个墙上面。这里边有3个人，一个男的，2个女的。第3幅画呢就折叠在一个尸体旁边。神秘的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迁，有过怎样的辉煌？考古队在新疆接二连三的发现，能否为我们找到答案？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这片神奇土地的故事，精彩内容，国之宝马上呈现。
唐代的墓，它打破了一个墓道，我们顺那个墓道找下去，结果找了一个那个早期没被盗过的，是相当于这个16国时期的墓。所以这样我们就认为啊，这一块墓地是，即便被盗过的也有发掘价值，没有，而且还有可能遇到这个没有被盗的墓。也就是说，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能聚拢在一起啊，那都是不是经常的，是上几百年才有这么一次。所以当时呢，这个在咱们文献上记载，就是说认为有这种现象，天象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吉利的。在新疆，古代先民们遗留下了无以计数的多种文字的简牍、纸卷、金明石刻等等。内容涉及广泛，从不同侧面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是世界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一座宝库。汉文、粟特文、回鹘文、燕齐、龟兹文、古藏文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踪影。其实，早在公元前138年，西汉皇帝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并派军队击破强大的匈奴后，西域就开始归属汉朝。此后的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又在新疆轮台县境内的乌垒城设立管辖西域各地的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新疆正式并入中国汉朝的版图。
公元7世纪中期，唐王朝的西部疆域已经推进到了中亚。此时的新疆好似成为了中国关内的腹地，而且国强不怕外辱，边关大开，只要持有过所、公验等通行证，无论中外人士都可以自由往来，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新疆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这是用婆罗米字母拼写的古代燕齐语剧本，内容是120岁的婆罗门波婆离梦中受天神启示，派弟子弥勒代表他拜谒释迦牟尼如来佛，恰好弥勒也在梦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命。波婆离告诉弥勒说，如来身上有32大人像，只要看到这些像，那就是如来，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考验他。弥勒等人来到释迦牟尼那里，果然在佛身上看到了32像。2000年岁末，一个令穆顺英、吴敏、吴震等文物工作者无比振奋的消息传来。在距离发现楼兰美女古尸只有100多公里的小河流域，新疆考古所的同行们找到了一个有着上千口棺材的墓地。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墓地。从外表来看，这里或许生活过一个极度生殖崇拜的部落。因为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象征女性生殖器的圆形蒋氏立木下面埋葬的一定是男性，而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直立立木下面埋葬的则是女性。据说在这个墓地中，人们还发现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文物。新疆考古在20世纪的最后10几天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每年春节，在苏州的桃花坞，人们都要买新的木刻年画。这个传统传承了几百年。现在，在市场和时尚的变化中，木刻年画却无人问津。而制作年画的人却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2009年，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一场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精品展，近100幅古板年画首次亮相北京。2位桃花坞年画传承艺人也在展览现场表演了年画的刻版与印制过程。2006年5月，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被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是在这之前，这种年画却鲜有人问津，更没有市场。那么，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桃花坞位于苏州城的北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明代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唐伯虎曾经住在这里。他给自己居住的庭院取了个名字，叫桃花庵，自诩为桃花仙人，并且为此赋诗《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据说，这位酒仙的绘画作品也曾被刻制印刷成年画，但是近100年来没人见过真迹。后来，那里有一条街道被称为桃花坞大街。400多年前的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这条街道曾经聚集了50多家年画铺，每年出产的年画达100万张以上。
家家雕刻木板，户户描绘丹青，是当年桃花坞大街常见的景象。一幅年画由构思起稿到完成，需经过画稿、刻版、套印3个密切相关的步骤。画稿是决定年画作品风格及下几道制作工序的基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祖德今年66岁了。从1962年开始，他就一直从事画稿的创作和对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整理研究工作。他的很多年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江苏美术馆和个人所收藏。他的作品《余家书屋》在中国第6届年画展上获得了金奖。王祖德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还是离不开桃花坞年画。在桃花坞木刻年画最红火的时候，年画铺子老板们经常花重金向画家购买画稿，然后刻版刷印成年画。由于文人雅士们不经意地参与了年画的创作，使得桃花坞的木刻年画提升了品味、格调和艺术价值。时过境迁，古老的苏州城已经是一座现代化都市，而古老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却不再那么红火了。像很多其他传统手工艺受到的关注一样，喜欢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人近些年似乎多了起来，而从事制作年画的艺人和真正想学习这门手艺的学生却越来越少。2005年，杜阳毕业后被招聘到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从事年画的复制和创作工作。杜阳每天都是骑车上下班，他的家住在苏州经济开发区，骑车到年画博物馆要40分钟。苏州经济开发区聚集着很多跨国公司、高科技企业，它是苏州市经济龙头，也是苏州市国际化、现代化的象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年轻时尚的杜阳却沉迷于中国的传统艺术。我是觉得我做这个工作绝对和时尚是不会脱节的，因为现在都提倡这个，就是传统艺术嘛。对这个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其实说大家都是很喜欢这个，只是不太了解而已。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做这个，我觉得我就是最时尚的，别人都不会有的。我懂这个，我会，然后我做出来的东西人家都很喜欢，我觉得就是很时尚。也许有个性也算是一种时尚，而有个性的一定不是流行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的研究者们也在思考，怎样让桃花坞木刻年画流行起来呢？难道只把它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品束之高阁吗？为了开发市场、扩大影响，桃花坞的年画甚至被印在时装、扇子等生活用品上。这些商品也一度受到欢迎，是苏州人的一种时尚。可是，时尚意味着变化，复兴的年画只博得了一时的好感，昂贵的价格让它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中国北方的一些年画品种构图简洁粗犷，色泽浓烈质朴，而线条细腻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对刻版师的刻版技术要求更高，同时丰富的色彩需要刻制出更多的版片，印刷的纸张又都是非常昂贵的宣纸，这些都增加了年画的制作成本，导致了桃花坞木刻年画曲高和寡。年画的刷印看似简单，其实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尤其是线版之后的套印，每一次印刷的位置必须绝对准确，
否则会造成色彩的重叠，前面刷印的就会因此前功尽弃。此外，在颜料的用量上也大有讲究。上色的时候手感的把握，特别能够体现刷印者的功力。去年，中国寻求与日本合作，由中国版画师重新翻刻广岛宝物馆的一团和气。工艺美术大师王祖德在重新制作刻版图的时候，参考了很多资料，最终比较真实地还原出本来的层次感和线条。仅这一道工序就花费了他将近1个月的时间。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的房志达师傅以及乔兰荣、杜阳等很多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一团和气复制工作。上世纪50年代，苏州市文联整理刷印了200种较有代表性的各类画样，使中国开始有了一部较为完整的苏州桃花坞传统木刻年画资料。后来，王祖德又收集了500张老的传统木刻年画作品，并且花了10几年的时间将它们全部复制完成。1959年成立的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于2001年9月正式迁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社里收藏了许多传统的年画板片，它们将作为美术专业的学生们生动的教材。